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换位思考。换位思考这个多重要呢？老师这么说吧，这个思考的逻辑一旦成为了习惯，那么功成名就，那也只是计划中的事情而已了。怎么说呢？所谓的换位思考它是一个有层次的思考逻辑。什么样的层次呢？因为这个我们一般不容易解释，所以老师今天使用的是比较大家常常会接触到的，以行销学的角度来跟大家说明。为什么要以行销学呢？不以其他的方式来做说明呢？因为行销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成立就成交，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所以在这个第一层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很想改变我们自己的人生，希望让自己可以不要再这么辛苦，至少小孩不要像自己这么辛苦。但是很多时候都是事与愿违的。这是我们不努力吗？有些事毕竟还是有很多人想得多做得少，所以没办法从社会的阶层里面晋升，而是沉溺在了酒色与声光游戏之中。这个部分还是有的。但是呢，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群的人，他都是尽可能的努力。但是呢，老师要说一点，人生要奋斗，要努力，但是努力不一定等于你的成就。应该这么说好了，努力也不一定会取得相应的报酬。因为什么？因为努力它是一个有极限值的东西。如果努力没有放在对的地方，那么这一份的努力很多时候它的结果也会让大家感到很无力。老师举个例子来说，当然这个例子可能不是非常恰当，暂时就让老师来举例一下。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勤劳诚恳的搬砖工人，他可以每一天很努力的来搬砖，来赡养他的妻小与父母。但是呢，无论他多努力，他能达到的搬砖的数量，那是有一个极限的。比如说，他一天原本可以搬5000块的砖，但是呢，他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收获跟报酬，所以他就拼了命的努力，加速的完成作业，也增加了工作的承受度。那么最多也就是6000块砖，不会再多了。在这个情形之下，就是他每一天拼了命努力的去搬，最多他只能成为一个技术纯熟的搬砖工人。别人搬的技术没有他好，所以搬的数量不会比他多，当然收入可能就会有差。但是努力在搬砖这件事上面他不会变成砖厂的烧砖师傅或者是砖厂的老板，因为烧砖是另外一个专业，会烧砖的他不需要会搬砖，而砖厂老板是要懂得是经营，会用师傅，而不是需要他自己很会搬砖。那么努力搬砖的工人，最终也只能在搬砖这条平行线上面不断的绕着圈圈。所以我们必须要换位思考，我如果想要再往上一个阶层，那么我就得知道一件事情，在上面那一阶层的人，他们是在做什么事情。如果自己在那个位置上面，每一天的工作会是什么呢？再去想，对于那个阶层的职务，我们还差了些什么？为什么要先知道？因为如果我们是高2阶的主管，今天我们要提拔一个人再往上一个阶层，那么他会选一个直接就任就可以开工的，还是需要再培训很长一段时间的呢？举例来说，搬砖这件事情，同样的工钱，你是领班，你会找一个搬砖的手，一开工就可以直接上工把他事情做好，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找一个看起来很瘦弱的青年，然后再慢慢教他怎么样搬会比较省力？要是你是领班，你会选哪一个呢？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身为工人会觉得你是领班，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配合，只要你薪水有付，但是呢，我不会的你得教会我这有没有很合理？这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公司企业要用人，负责培训，那是顺理成章应该的。但是如果换成了你是现场的主管，你有进度的压力，你有速度的要求，你会用手还是新手？当然人手不够的时候我们都要用，但是如果立刻就要上工就开工的，那么当然我们会选的是手为上。所以我们就看到一句综艺梗的用的词，什么意思呢？它蛮有意思的，就是我预判你预判的预判，就是类似的一个换位思考的逻辑。而换位思考也可以用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职场工作以及行销业务方面。怎么说呢？我们一般在推销我们自己业务的时候，
无论你卖的是商品或者是服务，那么我们应该跟客户强调我们的商品或是服务到底有多好，跟竞争者有什么样的差异，还是有多么好的售后服务，或者是我们董事长经营理念跟企业的愿景呢？这些都是需要知道的，但不是客户一定需要知道的东西，而是我们自己身为从业人员自己一定要知道的事情。因为了解自己，你才能够走得出去，这个是其一。而面对客户，他真正需要的是为什么他需要？因为商品有多好吗？这当然不是。因为如果我们是客户，遇到我们这样子的业务代表，那么我为什么要买我们现在自己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呢？大家在社会上行走啊，可以讲感情，但是在交易上，我们要讲的当然还是现实。我们不会因为你这个业务员看起来很诚恳，然后呢，我就花钱买了一个我完全不需要的东西或者是服务，除非这个东西很便宜，所以可以当做人情来帮你做一下业绩。但是这件事也代表了我们这个人也只值这一点营业额的数字价值而已，这相信我们都不愿意见到这样的局面。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对方会需要？虽然说要换位思考，但是我毕竟不是对方，我如何知道他在想什么呢？这个就要从2个部分去看。第一个，如果你针对的是一个客户，那么询问跟倾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俗话说得好，善问者如扣钟，问得多不如问得巧，就像敲门跟捶门一样，对不对？打开门的人，他的脸色就不一样了。好好敲门，他会问：先生，你有什么事吗？你去捶门，他打开门就跟你讲，你到底想怎么样？对不对？同样一件事情，做法不一样，结果就是不一样的。这样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你喜欢别人怎么跟自己推销，你就该怎么样对别人。当然也会有人说，老师你这样讲不对，我最讨厌推销了，我看到业务员了就全身起疹子，感觉讨厌又恶心。那么很大的概率，其实别人在看自己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很讨厌，因为关闭心门的人终究不会让别人来喜欢你。举例来说，老师是一个中年的胖大叔，老师这样的大叔啊，假如走进了化妆品的专柜，东看看西选选，店员应该怎么样问老师呢？如果店员问老师：先生你好，要看看我们最新推出的周年庆套装组合吗？这是一个很自私的接待方式，推销柜上的促销商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老师大多只会笑笑的离开，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懂这些化妆品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你卖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组合，真的很优惠，我也不知道。所以在暴露我什么都不知道的状况之前，我只能防御性的先离开，慢慢看，慢慢想，因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你说。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店员换另外一个方式说：先生你好，你今天要看给夫人的还是给小姐的呢？这是什么样的问法？这就是店员以我的立场，他看我一个胖大叔，脸上也没有使用化妆品的痕迹，皮肤又黑，那么会来看化妆品，那只有几个可能：第一个给太太，第二个给女朋友，第三个就是给自己的女儿。大部分你不会给自己的老妈，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啊，老师如果真的本来就有打算要买，那我就会跟他说啊，我是要买给谁谁谁的。那么店员知道后，后面的处理是不是就很简单了？因为他只要针对我要给予的对象，解决这个对象的问题，让对方满意，那就可以了。所以整个流程啊，老师不需要知道这个化妆品有多好，有多棒，世界排名第几，或是他们企业的理念，这些排山倒海的资讯都没有用。老师只需要知道我买这个可以替我处理什么样的事情，可不可以让我的对象满意，然后我需要付多少钱，有没有更优惠的方案，我有没有感到物超所值，这些就是后续的做法了。但是成交的几率上至少提升 50% 以上。而这个行为啊，在行销学上面叫做接触、理解需求、提出解决方案，以及到最后的成交。而接触首先就是必须要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他可能会想的事情。而这个部分啊，就是我们今天第一层的换位思考。当然有人会说，老师你说的是单一行销，如果我做的是广泛行销，例如网络销售，客户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我也不可能见到他，我是怎么样换位思考的？其实这个逻辑是一样的。举例来说，老师讲一个词，台湾大部分的朋友都会有感觉。老师只要讲下半段、上半段啊，老师讲完上半段、下半段，你自己就会感应出来了，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家烤肉。台湾的朋友就会想到什么？万家香。
这就是烤肉酱的品牌。烤肉酱这个玩意啊，其实是蛮鸡肋的，因为自己调也不会太费事情，一种有也好，没有也罢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这个商品会红呢？因为这个东西啊，创造了一个对消费者来讲是一个美好的联想。因为烤肉的时候很香，我们大家都很开心，所以这个 slogan 这个口号就很容易打动人心。而我们过去啊看到一些烟草的广告，当然现在大部分的国家都不让烟草做广告了。那很多都是怎么样？这个香烟的广告呢，都是标榜了高雅跟清新，但是明明香烟就不是一个高雅跟清新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很刺鼻的臭味，为什么还要标榜的清新跟高雅呢？那就暗示了使用者，你不臭不要怕，抽烟是一个高尚的行为。那或者是我抽的是一个代表清新的香烟，但是香烟有清新的吗？当然是没有。所以需求是有可能被创造出来的，也就是你必须给客户一个理由，为什么他需要购买。那么这些广告也就是另外一种的换位思考，站在客户受众的角度，什么会让他有感觉就写什么。就像老师这个行业，我标题视频只要写恐怖预言2022年世界大危机居然是这个，那么肯定这个封面跟标题啊就可以吸引很多人来看。但是老师能不能这么做啊？当然一直以来也没那么做。其实大部分的老师也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这些比较受过培训的正规的老师啊，都不会写这些标题。因为我们在学徒养成的时候啊，就已经被教育过，我们这个行业乱讲话的业力是一般人的好几倍，所以我们不能知法犯法，因为这会罪加好几等。当然这标题啊，在网络上当然还有其他的老师在用哦，那个没办法，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书店派或是自学派的，没有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那他才敢说什么大危机啊、超神准啊、人类自然时刻之类的。好，回到重点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对外的层面，也就是换位思考的最小层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对我们人生更加重要的换位思考的空间。现在第二个部分了，我们要看的就是比较宏观的换位思考。这个换位思考啊，常常见到许多功成名就的人，他们基本上都会使用的方式。这个思考的模式啊，其实老师一直在节目上都有去做说明，只是应用在另外一个模式里面，那就是所谓的因果巨石。因果巨石啊，跟换位思考有什么关系呢？应该这么说，换位思考是因果巨石的应用技能之一。怎么说呢？因为因跟果它是一个相对的关系。老师说过，你种下葡萄的种子，长出来的不会是西瓜，所以你怎么开始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么这个就很简单了。举例来说，我们为了要收成葡萄，所以说我们会去购买葡萄的种子，制定葡萄的种植计划，然后准备葡萄适合的肥料，搭建适合葡萄藤攀爬的棚架，最后我们收成的葡萄。各位，这有没有觉得顺理成章？好像很合理，但是大部分的人生并不是这样安排的。大多数的人从离开学校的那一刻起，就是在尝试做看看这个，做看看那个，然后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年都在看情况发展，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做。所以说，常常更换了行业，似乎这样子比较稳妥，边走边看，骑驴找马。当时这样子经历了5年、10年之后啊，有些人就慢慢发现，似乎自己真的找到一些自己可以当做一辈子的职业。而有的人呢，直到退休的那一刻都不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到底干了些什么。想说我做了什么，也似乎也没有怎么做；想说没有做些什么，但是也经历了数十年的职业生涯，成家立业、养儿育女也都经历过了。然后又在这些似懂非懂、能与不能之间度过了这短短数十年的人生。但是我们换个方法去看，如果我们用换位思考的模式，我们先知道了结果，再去实行的过程的计划，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举个例来说，蒙古皇帝成吉思汗铁木真，他立志要光复他父亲也速该的首领地位。那么要当首领，这是他在穷困潦倒、三餐不继的时候他的一个目标。要达成这个目标啊，那他就必须知道，我必须先成为草原上的英雄，并且躲过我的仇人塔里忽台的追杀，然后再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加入我的队伍，这样我才能成为一方的首领。当了首领，那我进一步我想当个可汗，我要称汗了，那么我就得规划成为可汗的一个计划。一路上以来，他都是先设立目标，我要做什么，然后我们来计划怎么样把它达成，最后他成为了世界征服者。
从他之外，还有什么？战国时期的秦始皇、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甚至近代的孙文、毛泽东，到商业上的传奇王永庆、现任的霸主郭台铭，以及海外的谷歌、微软、特斯拉的执行长伊隆马斯克，以及吸尘器天王戴森，都是知道是什么样。他知道我要成为什么，所以说我反过来，我现在必须要做什么，那就是先把自己放在了结果的位置，那么道路自然会出现。但是如果你没有目标，那当然除了被雷打到之外，不然你几乎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几率会成功。就像什么呢？就像很多人问老师，他什么时候会发财？通常什么都没说就问这一句的，10个里面至少有8个半这辈子最多小康多一点。发财是跟他没有关系的，为什么？我们等一下会说。但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些人啊，都是世界顶尖的人物，1/1的成功人士。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制定这么伟大的目标吗？这当然也不用。老师也见过一些朋友啊，他在高中求学的时候，他的梦想就是进入台积电，然后呢，他就去研究台积电的征才广告，他倒是需要用到什么样的人，所以他就决定了未来他大学要念什么样的科系。那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啊，大概10年，老师在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啊，也确认到了他也真的进入台积电了，但是是做什么，老师不知道。台积电有很多工作嘛，对不对？不是只有工程师。所以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啊，这个世界做什么事都有他成功的方法。很多人去探求我怎么样才能成功，那么你首先要先看到你的目标是在哪里成功，而不是为了发财，然后你再去决定要去做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财，当一个富翁，当一个富婆，这个不是人生的结果，它是一个人生的必然附属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钱跟财富是我们职业上的数字话术价值。我们先能创造对他人有用的价值，又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的价值，那自然我们就会有钱。因为别人需要我们，那就必须拿钱来交换我们的服务或是我们的商品。这种也是一个换位思考。我们要富有，前提就是从别人的口袋里面让他把钱掏出来交给我们，哪怕不多，但是如果有很多人跟他做一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当然就会有很多钱了。各位说是吗？那么别人为什么要把钱交给我们？应该这么想，为什么我们要把钱交给别人？我们赚到钱或者是收到钱，就是为了去买其他东西，对不对？不会说我有一天富有了，我钱也不花，我就放在银行里面，嘿，我就赚来玩的。应该不会这样吧？至少老师不会。我赚钱就是为了花钱，老师也不说什么供养，我要钱我自己赚，赚来我就拿来花，把钱变成我想要的样子。那么同理可证，为什么我们的服务或是商品是别人想要的样子？而如果我们确定我们的商品应该是哪些人需要或者想要，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服务或商品包装成他们想要的那个样子。我们可以让他们把钱交给我们，而如果我们自认很好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又不是别人想要的那个样子，那么是不是也就没有用了？所以这里面的差别就是什么？滞销跟畅销就是这边的差别。不是你的商品跟别人差了多少，也不是别人是特别好到哪里去，而是这个你的商品跟你的服务并不是客户想要的样子。所以懂得换位思考，那就是功成名就最好的工具之一。这也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谈判技术。谈判就是怎么样？各取所需。我有你要的，你有我要的，我要怎么样用最少的付出达到最多的收益？这也是必须透过换位思考而能够达到的成果。当然说这么多，有人就想，老师你讲这些，你自己有没有功成名就啊？当然，老师现在不能算是功成名就，但是距离到我的目标不会太远。为什么？因为老师也是从0到现在10多万的订阅频道，老师一开始也是设定这些小目标，比如说先达成1万的订阅数，达成5万，达成10万，未来有没有可以达成15万、20万甚至100万呢？这当然就是可以达到了，因为我已经朝这个目标迈进，只有过程我能不能让它加速而已。而讲到这里啊，换位思考只能用在事业吗？不一定，它可以用到了感情，用在了亲子，可以用在了人际关系，可以用在任何一个地方。因为每一个人我们的个性都不大一样，但是我们都喜欢了解自己的人。所谓什么呢？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换位思考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使用空间。但是这个今天时间比较有限，我们只能讲到这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慢慢的把它延伸出去。
而这个换位思考啊，是老师自己想到并且发现的逻辑思考吗？不是，这在几千年前我们中华文化的老祖宗就已经说过了，只是用的词汇比较不一样。是谁说过呢？就是我们的孔夫子，他讲的哪一句话呢？讲的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点出《论语》。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欢迎各位按赞、订阅跟分享，我们下次见。